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话题：膝盖为什么会坏掉？有太多人直到走不动了才追悔莫及。膝盖是人体最大的关节，承受着我们全身的重量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它的支撑。您可知道，一旦膝盖出了问题，我们的生活品质将急剧下滑，甚至连日常行走都成奢望。复健科医师指出，许多人的膝盖并不是突然坏掉的，而是日积月累，被一些坏习惯一点一滴地偷走了健康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在膝盖发出剧痛警报前，都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临近。等到真的站不起、走不动，只剩换人工关节这条路时，才惊呼早知道就好了。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膝盖究竟是怎样被我们自己亲手毁掉的，以及5个一定要戒除的伤膝坏习惯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护膝就是在为未来储蓄健康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膝关节退化几乎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命运。统计显示，50岁左右的人群中，约有30%出现膝关节退化。到了60岁，这个比例上升到60%。80岁以上更是几乎人人膝盖退化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近年来膝关节早发性退化的案例越来越多，膝盖问题正在年轻化。医师在门诊中看到20-30岁就来求诊的病患并不少见。很多年轻人的膝盖提早出问题，不是因为他们老得快，而是因为某些日常习以为常的习惯正在悄悄毁掉他们的膝盖。在一位有着40年经验的复健科医师眼中，除了高龄和先天条件这些不可控因素，更多膝盖的伤害其实是后天自己造成的。如果一个人先天膝关节结构就不完美，再加上后天没有好好爱惜，经年累月下来，膝盖退化只会更早、更严重。反之，即使基因普通，只要及早改掉坏习惯，做好保养，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膝盖用到老而不坏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日常生活中最伤膝盖的5个坏习惯，看看您中了几个，又该如何改变。第一，大幅度的下蹲、跪姿和不当的家务劳动是毁膝的头号元凶。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蹲下身体干活是理所当然的姿势，擦地板要跪着擦，种花种菜要蹲着忙，拿重物习惯弯腰下蹲去抬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这些动作对膝关节的伤害有多大。当我们全蹲或跪地时，膝关节弯曲，角度接近极限，髌骨，也就是膝盖前面的骨头，被强力压向股骨，膝盖受到的压力惊人的飙升。医学研究指出，普通走路时，膝盖承受相当于体重1到2倍的重量，上楼梯或跑步时大约是4倍，打篮球等激烈运动可达6倍，而深蹲下去种菜或长时间跪地擦地板时，膝关节承受的重量甚至高达您体重的7-8倍。试想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，蹲跪时膝盖可能要承担500多公斤的压力，怎能不磨损？特别是中老年人，腿部肌肉力量本就随年纪减弱，还常常喜欢蹲着洗衣服、跪着拖地板、弯着腰擦地。这些看似勤劳的日常家务，其实正悄悄地摧毁膝盖的软骨。软骨就像膝关节里的减震垫和润滑垫，长期被这样压榨摩擦，表面会变得坑坑洼洼，关节腔也会日渐变窄。起初我们可能没有感觉，因为软骨没有神经，不会痛。但一旦软骨磨损殆尽，骨头直接互相摩擦时，那种钻心刺骨的痛楚就来了。到时候才发现，连上下楼梯、坐下起立都疼痛难当。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，勤劳了一辈子，却把膝盖给用坏了。难道我们以后都不能蹲、不能跪了吗？当然不是。重点在于避免长时间维持深蹲或跪姿，以及姿势要正确。有些场合非跪不可，比如拜拜祭祖或打扫狭窄角落。如果必须跪下去，一定记得在膝下垫一块软垫，减轻髌骨和地面的直接冲击。同时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起身活动一下，不要一直维持一个姿势太久。如果是蹲着工作，例如蹲在地上擦地、整理低处的杂物，也要注意不要蹲太久，最好能够时不时起立伸展腿脚，让膝盖的血液循环恢复。许多长辈爱用蹲的姿势上厕所，其实对膝盖非常不友善，建议改成坐式马桶，减少膝盖弯曲的负荷。再有，弯腰搬重物时千万别用错姿势，
很多人搬重东西的时候，下意识弯着腰半蹲，用腰和膝盖的力量去硬抬，这对膝盖和腰椎都是巨大压力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屈膝下蹲，靠近物体，保持背部挺直，然后用腿部的力量站起来，把重物抱起，同时可以善用辅助工具或他人帮忙，减少单膝负重的机会。总之，当您在日常家务中需要下蹲、跪地或弯腰时，一定要对膝盖多一分爱护，垫软垫，勤休息，用对姿势，量力而为。这些改变或许会让动作稍显麻烦，但您的膝关节会因此减轻无谓的磨损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好处无穷。第二个毁膝的坏习惯是久坐不动。现在的上班族、学生乃至许多银发族，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，有人一天坐超过8小时，除了上厕所几乎不起身，有的人更是窝在沙发里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动也不动。如果您也是久坐族的一员，可要当心了，久坐伤膝绝不是耸人听闻。您也许会想，坐着不动又没有负重，怎么还会伤膝盖呢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关节也是需要滋养和运动的。我们的膝关节腔中有滑液在润滑，软骨也需要通过关节活动来吸收养分，排出废物。长时间保持坐姿不动时，膝盖一直维持弯曲约90度的状态，关节处于受压但静止的情况，血液循环和滑液循环都变差。如果每天都如此懒惰下去，软骨得不到营养供给，关节周围的肌肉也会日渐无力，时间一长，膝关节的老化和僵硬就会加速。另外，许多人坐着的姿势并不标准，常常驼着背、翘着腿，或者把脚盘在椅子上。这些不良坐姿会让膝关节受到不均匀的挤压。有人坐久了站起来会觉得膝盖僵硬、卡卡作响，这就是警讯您的膝盖在抗议长时间的不良姿势和缺乏活动。还有研究指出，久坐不动的人下半身血液循环不佳，不仅膝盖，连脚踝、小腿都容易肿胀，肌肉力量也逐渐流失。长此以往，膝关节周边缺乏肌肉支撑，更增加受伤和退化的风险。想要保护膝盖，就从改掉久坐开始。没有事情一定要坐着完成，请给自己的双腿多一点站起来走动的机会。如果工作需要长时间用电脑，不妨每隔50分钟到1小时就起身，活动5到10分钟，哪怕只是起来倒杯水、上个洗手间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走走，都好过一动不动地坐上数小时。有人担心频繁起身走动是否影响工作效率，其实适当的活动反而可以让头脑更清醒，身体更有活力，工作学习效率也会提高。另外，要留意自己的坐姿，坐的时候椅子高度应该让膝关节约成90度，脚掌平放地面，不要悬空，背部尽量保持挺直，靠在椅背上以支撑腰部，千万别长时间盘腿或翘腿坐，更不要整个人歪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当然，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的对策就是少坐多动，平时多培养一些离开椅子的习惯，比如饭后散步、站立做家务、上下班途中多走楼梯、周末郊游、健走等等，多用膝盖去做一些温和的活动，而不是让它整天闲置生锈。活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循环，让软骨保持润滑健康。适度的使用还能锻炼大腿、小腿肌肉，增强对膝关节的支撑保护。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对膝盖来说也是如此。不动只会加速退化，动起来才能够生生不息。第三个让膝盖默默受伤的习惯是很多人下意识的小动作，翘腿、盘腿。许多人坐下来没多久，就喜欢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，俗称翘二郎腿，或者干脆盘起腿坐在椅子里、沙发上，觉得这样很放松舒适。然而，复健科医师提醒我们，翘腿和盘腿其实是隐形的膝盖杀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我们翘腿而坐时，骨盆会向一侧倾斜，脊柱也跟着侧弯，身体的力线全部跑偏。骨盆歪斜直接影响两侧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受力平衡，其中一侧膝盖会处于不正常的扭转角度，尤其是被压在下方的那条腿，膝关节可能处于一种外翻或内翻的别扭姿势，也就是膝盖略微朝外或朝内拐着。长期下来，
膝关节面的软骨就像车轮定位不正时磨损轮胎一样，会磨损的特别快，特别厉害。很多人可能没有把翘腿当回事，觉得我年轻力壮，翘个腿怎样？但年轻时种下的恶果，往往要到中年才爆发。等你40-50岁时，可能就发现当年翘腿翘出了膝关节炎。至于盘腿而坐，问题也很类似。双腿盘起时，膝盖被强迫弯曲到超过平常坐姿的角度，韧带和肌腱处在绷紧状态，同时两侧膝盖承受的压力不均衡，而且膝关节长时间处于扭曲的位置，髌骨可能被拉向一侧，软骨也会受到不对称的磨损。有些人长期盘腿，可能会发现膝盖变形，外观高低不一，这就是骨盆倾斜和关节变位造成的。另外，盘腿会让下肢血液循环变差，时间久了，腿麻木不说，对膝盖软骨的营养供应也不利。那是不是从此就要跟翘腿、盘腿说再见？说实话，为了膝盖健康，真的建议大家改改这个习惯，保持端正的坐姿，双脚平放，听起来没那么悠闲潇洒，却是对身体最好的交代。当然，很多人习惯一时半会很难改掉，如果不小心又翘起了腿，记得不要维持太久，几分钟内就放下来，换回正常坐姿。两条腿也轮流换一换，不要老是同一条腿在上面。至于喜爱盘腿而坐或需要盘腿打坐的人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方式，不要长时间维持双腿紧扣的全盘腿，可以隔一段时间就把腿放下来伸直活动一下，或改为所谓的散盘。姿势就是一条腿弯曲，另一条腿自然伸直放松，重点是不要强行压腿拉筋，顺其自然即可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无论怎样做，都要保持脊背的挺直和骨盆的端正。很多人翘腿盘腿，最大的问题在于脊椎也跟着弯了、歪了，导致全身力学都不对劲，进而加剧对膝盖的伤害。所以，与其说翘腿伤膝，更不如说歪着身体翘腿才伤膝。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后，您的身体坐姿会更端正，长期下来不仅护膝，也有助于保护腰椎和颈椎，一举多得。第4个坏习惯是穿错鞋子，在错误的地面上行走。没错，您脚下所穿的鞋可能正悄悄决定着您膝盖的命运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时间穿高跟鞋。许多女性朋友为了美观，习惯天天踩着细高跟走路，高跟鞋让人脚跟垫高，身体重心前移，膝盖在站立时不自觉往后超伸，用膝关节硬锁住来支撑身体。这种姿势下，关节面之间的缓冲减少，关节仿佛硬碰硬，地承受体重，加速了磨损。而走路时，由于鞋跟高，鞋底小，膝盖得不到良好的避震，每一步都在震动膝关节。此外，有研究发现，长期穿高跟鞋会使膝盖承受的压力增加大约2成以上，还可能导致髋关节提早退化。更隐藏的一点是，高跟鞋改变了下肢整体的力线结构，使得行走时力量过度集中在骨盆髋部，连带增加腰椎的负担。很多女性常年穿高跟鞋后出现腰痛、坐骨神经痛，其实祸根就在膝盖和髋关节的退化。除了高跟鞋，不适当的鞋款还包括鞋底太硬的鞋、完全没有支撑的平底鞋、尺寸不合的鞋等等。鞋子就像汽车的避震和轮胎，如果避震不佳或胎纹磨平，开在坑洞路上，车子必然受损。同样地，鞋底如果不够减震，走在坚硬的柏油路、水泥地，每一步的冲击都会直传膝关节，长期下来，膝盖劳损会更快。而鞋子大小不合适或造型不良好，让脚在鞋里受到挤压，走路姿势变形，也可能伤及膝盖和踝关节。比如鞋子太松，走路时脚在鞋内滑动不稳，膝盖容易扭到；鞋子太挤，脚掌受压迫痛苦，走路姿态就会怪异不自然，久而久之，膝盖也跟着受累。要保护膝盖，首先要选对鞋子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，尽量选择穿鞋底有避震弹性、鞋跟稳定且高度适中、尺寸合脚的鞋，如运动鞋、气垫鞋、软底休闲鞋等，都是对膝盖比较友善的选择。若需要长时间行走，更应注重鞋子的减震和支撑性能。高跟鞋虽美丽动人，
但请把它留在特定场合，短时间穿着就好，绝不是每天行走的常备鞋。走路或运动时，千万不要贪图一时好看，去穿不合适的鞋子，例如硬底皮鞋、薄底平底鞋、拖鞋等，都不适合长距离行走。尤其是膝盖已经有点退化或疼痛的人，更要对鞋子严格把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您的鞋底某一侧磨损特别严重，表示您的走路姿势可能有点问题，也许有内八字或外八字的走路习惯，导致鞋底偏磨。这种情况下，更要及时调整步态，并更换合适的鞋子，甚至家电矫正鞋垫，以免长期的不良步态加剧膝关节的单边磨损。正确的做法是因地制宜，因足制宜，不同场合穿适合的鞋，让鞋子去承受地面的冲击和不平，而不是让您的膝关节去裸挡那些伤害。最后一个常被忽略却非常伤膝盖的坏习惯是不良的走路与站立姿势。走路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如果方式不对，也可能成为坏膝盖的推手。很多人走路从没学过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但其实正确的姿势能大大减少对膝盖的冲击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观察几种极端的走路方式。有些人走路脚步很重，蹬蹬地用脚跟猛踩地面，每踩一下膝盖就跟着震一下。有些人走路总是膝盖打直，身体僵硬，好像双腿不会弯曲，这样缺乏缓冲的步态也容易使膝关节受伤。还有的人走路喜欢含胸驼背，或是骨盆前倾，小腹过度突出，导致身体重量线不在正中，结果下背和膝盖都承受了额外的压力。这些走路姿势的不良习惯，短时间内您可能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日积月累，膝关节某些部位将承受过多的负荷，开始加速退化。有位复健科医师分享过一个案例，一位40多岁的女性，平时走路姿势不对，喜欢膝盖打得笔直，脚跟重重落地，结果长期下来膝盖软骨磨损严重，才41岁，膝关节就提前报废，上下楼梯痛得不行，甚至连跪下30秒都做不到。医师检查后发现她没有明显外伤，问题就出在不良姿势积累的损伤。这件事给我们很大警惕，连走路这种小事都有可能慢慢拖垮一个人的膝盖，更别说那些跑跳时的姿势不良了。那么走路和站立时该注意什么，才能把对膝盖的伤害降到最低呢？首先，我们站着的时候不要总是锁膝盖。许多人站立时喜欢把膝盖完全打直，觉得这样腿省力。实际上，膝盖长时间完全伸直锁死，会让关节一直处于紧绷压迫状态。正确的站姿应是膝关节微微放松略弯，让肌肉而不是关节去支撑身体。站久了可以稍微活动一下膝盖，以促进循环。其次，走路时要学会柔和的落地。当一只脚踏出时，膝盖应该有一点缓冲的弹性，而不是僵直的把全身重量砸向地面。脚跟触地后，应该顺势让脚掌过度着地，配合膝关节的轻微弯曲，这样可以让冲击力分散，而不会全部冲击膝盖。此外，上身姿势也很重要。走路时保持抬头挺胸，收腹摆肩，让躯干的重心稳稳落在骨盆上，不要含胸，更不要大幅度前倾或后仰。含胸会让重心偏前，下肢关节压力变大；骨盆前倾，小腹过度突出，则会让下背和膝盖同时受力不均。再者，注意步态的对称和协调。走路时，双脚应该与肩同宽，脚尖方向朝正前或略向外，不要内八字或过度外八字。双手自然前后摆动，不要懒得摆臂，也不要过度夸张，以免破坏身体的平衡节奏。总而言之，正确的走路姿势说起来细节不少，但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让身体的力线保持中正，头、躯干、骨盆在一条垂直线上，膝盖对准脚尖方向，步履轻柔有弹性。这样走路不仅优雅，而且最养护我们的膝盖关节。以上我们分析了5大毁膝的日常坏习惯：过度蹲跪弯腰的动作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，翘腿盘腿的不良坐姿，穿错鞋子的问题，以及走路站姿的不当。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有没有令您大吃一惊呢？也许有人会问，我的膝盖已经有点不舒服了，改掉这些习惯还来得及吗？答案是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。当然，预防永远胜于治疗。
今天开始戒掉坏习惯，您的膝盖也许就能比同龄人的多撑好多年。反之，如果任由这些坏习惯继续下去，再好的体质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消耗。有些损害一旦形成，就难以逆转。例如，软骨磨光了就很难再生，只能靠人工关节来顶替。请千万记住那句忠告，别等到走不动了才后悔莫及。在此之外，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提醒，控制体重对护膝至关重要。体重过重的人，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本来就比常人高出许多，如果再加上上述那些坏习惯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许多研究显示，肥胖者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几率是体重正常者的数倍，尤其是中年以后，新陈代谢下降，如果不注意饮食节制，体重节节攀升，膝盖简直要替您举重一般，每走一步都额外背负沉重的负担。更麻烦的是，脂肪组织还会分泌促发炎物质，加剧关节的发炎反应。所以，爱护膝盖还需从管住嘴做起，保持在适当的体重范围。减重对很多膝盖已退化的人来说，带来的疼痛缓解是相当明显的。可以说，体重每减轻一点，您的膝盖就松一口气。谈了这么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希望大家重视膝盖健康。在膝关节退化真正不可挽回之前，我们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，来延缓甚至避免伤害。不仅要改掉那5个伤膝的坏习惯，还可以主动做一些对膝盖有益的事情。例如，定期进行适度的运动来强化大腿前后肌群，肌肉强壮了，走路跑步时就能替膝盖多承担一些冲击力。常见的像直腿抬高练习、靠墙半蹲、游泳、骑单车、伸展腿筋等都是不错的护膝运动。不过要记住循序渐进的原则，不要一开始运动量过大，反而造成新的运动伤害。每当做完运动或繁重活动后，可以冰敷一下膝盖，减轻可能的发炎反应。平时若出现膝盖疼痛、肿胀卡卡的情形，绝对不要硬撑或忽视该问题，及早就医咨询治疗。现在医疗技术发达，许多膝盖的伤病如果在早期介入，都能有不错的改善，能有效避免恶化到无法行走的地步。最终我们想强调的是，膝盖健康关乎您一生的行动力与自主权。一旦失去膝盖的正常功能，生活品质将大打折扣。试想不能上下楼，不能逛公园，甚至起床走路都需要辅助，那将是多么大的身心折磨。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现在如何对待您的双膝。那些年轻时不在意的坏习惯，日后可能要用成倍的痛苦来偿还。所以，请从今天开始善待您的膝盖，戒掉伤膝的习惯，培养护膝的好习惯，让我们的膝盖用得更久更久。别忘了，健康的膝盖才能支撑我们去看世界，享受人生。千万别等到走不动了才追悔当初没有早一点行动。现在开始改变，永远都不晚。现在开始保养，我们的膝盖一定能陪我们走更长远的路。让我们一起牢记这些叮咛，为自己的未来保留行走的力量。